Hello，大家好，我是阿耀，欢迎各位观众再次回到卡拉班生存游戏频道。这次的影片，我们想要来跟各位分享一个在生存游戏场上比较冷门却极为重要的对战观念——反射动作。真正的反射动作是源自于脑干和脊髓引起的神经反射行为，完全无法受到大脑意识所控制。这样的好处是反应迅速，能够让反应者用最短的时间避开危险，但坏处是一成不变，容易打断反应者正在执行的事情，造成应对延迟。环境中任何人、事物都有可能让你引起反射动作。不过，反射动作还可以再细分为条件反射、无条件反射。条件反射动作，顾名思义，是可以通过大脑经过后天的学习，刻意控制的反应行为。在日常生活中，常见有挥棒打击棒球、打下3夺拳头、听见某个口令迅速做出相对应的动作等等等等。修蛋机嘞，这些东西到底和打生存游戏有什么关系呀？好的条件反射动作能够保护自己和队友，避免遭受到更多的攻击，提高游玩时的存活率，减少干扰。相反的，不好的条件反射动作很容易让自己和队友身陷劣势。我们在这边就举例4个生存游戏场上常见且经典的条件反射行为案例来进行说明。A. 看见人影就开枪。无论是新手或老手，在进行生存游戏时，很容易看见人影就急着开枪，忘记进行判断，结果反而误击队友，容易引发争执。不好意思。同样的情境也经常发生在埋伏的时候，一旦发现敌人从掩体后方探头出来，就急着开枪进行攻击，结果没打中敌人，反而促使敌人提前进入警戒状态，变得不好对付。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在埋伏时提高作战的效率呢？关于这部分更详细的内容，如果各位观众有兴趣想要深入了解的话，可以参考我们日前发布的转角进攻如何掩蔽动静的影片，我们在这边就不再阐述喽。B. 顾着开枪却忘记移动，这个问题比较容易发生在刚加入生存游戏的新手玩家身上。怎么说呢？一般有一定作战经验的生存游戏玩家，在进行游戏时，一旦发现敌人突然出现，都会采取一边移动一边开枪的模式进行攻击。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自己成为难搞的目标，提高游玩时的存活率。但是刚加入生存游戏的新手玩家并不知道这些小撇步，一旦发现敌人突然出现，他们会很容易忘记移动，只顾着开枪，成为待宰的羔羊。C. 子弹打完就骂脏话，这应该是大多数的生存游戏玩家都曾经有过的条件反射动作。呵呵，就连我们自己也不例外。这个行为如果是发生在多人战，还无伤大雅，因为你有队友的掩护，敌人一般很难快速地突破进来，对你进行攻击。但是在作战人数慢慢减少之后，这个行为将会非常的致命，因为当你在骂脏话的时候，等于在向敌人传递子弹已用尽的讯息，很容易引起敌人主动进攻，导致自己身陷劣势，无法反击。所以，无论你的武器子弹有无打完，甚至发生故障，我们建议都要静悄悄的，不要张扬出来，避免自己陷入困境，遭受攻击。第一，被开枪就以为有子弹。如同上述所提到的内容，在作战人数慢慢减少的情境下，如果你的玩具枪子弹不幸用尽，却又没有张扬出来，你可以选择冒险，继续进行游戏，持续朝着敌人开枪，吓唬敌人，进行假意的攻击。
哎，等一下，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主要是因为敌人在高压的情境下，无法有效判断你的玩具枪子弹是否已用尽。一般而言，敌人只要看见玩具枪还能作动，甚至一听见开枪的声音，会很容易触发自我防卫的条件反射动作，尝试闪躲，让出对战时的主动权。这时，如果你一直持续地施压，甚至有可能直接迫使敌人原地投降。不过，在进行生存游戏时，并不是每一位敌人都这么的容易投降，所以理想上，使用这种方式继续进行游戏，最好还是要配合队友作战，会比较有效率。等一下，阿耀。好啦，接着我们来看看这次影片的重点——无条件反射动作。无条件反射动作，顾名思义，是无法透过大脑控制的行为反应。在日常生活中，常见有敲击膝盖导致提膝的膝跳反射，遭受伤害时的缩回反射，天气寒冷时的身体抖动反射，等等等等。这是一种无法透过大脑经过后天学习刻意避免掉的反射行为，只能够透过药物或医学手段进行规避。无条件反射动作发生时，一定会中断反应者当下正在执行的事情，尽管这段中断的时间非常短暂，最长的时间可能也不超过1秒钟，但是应用在军事用途上，却是最常被警方和军方当作与歹徒、恐怖分子对战时的突破口。那么，在生存游戏场上，又有哪些常见且经典的无条件反射行为案例呢？ A. 瞳孔收缩。瞳孔收缩反射指的是眼睛瞳孔在遭受到光线照射后，会不自主地收缩的变化。这是台湾生存游戏场上最容易触发的无条件反射动作。有许多生存游戏玩家在低光源的环境下作战时，都会刻意在枪上加装枪灯，除了用于照明，也可以刺激对手的眼睛，抢夺对战时的主控权。不过，真正能够有效地刺激对手的眼睛，造成晕眩，要满足的条件很多，并非单纯依靠手电筒发出的强光就可以达成。关于这部分更详细的内容，如果各位观众有兴趣想深入了解的话，可以参考我们日前发布的生存游戏枪灯影片，我们这边就不再阐述。B. 惊吓反射。惊吓反射指的是人体感官突然遭受到外来的冲击时，身体会不自主地跳动以下的现象，例如进行搜索时，突然看见敌人，也会不自主地受到惊吓，或是身体被子弹击中后不自主地跳动，又或者是突然听见巨响，因为受到惊吓而间接导致身体跳动，等等等等。在军事射击上，最经典的无条件反射动作应用实例，莫过于莫桑比克射击法。所谓的莫桑比克射击法，指的是一种射击概念。它强调近距离遭遇敌人时，要求射手先朝着敌人的身躯快速地连击2发，接着再朝着敌人的头部要害射击第3发子弹。其中，朝着敌人身躯连击2发子弹，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迫使敌人产生无法避免的无条件反射动作，中断敌人当下的行为，并利用敌人身体产生反射动作的这段时间，替自己争取调整枪口射击方向的反应时间。这种实用的射击概念，源自于美国著名的枪械专家、美军退役陆战队队员 Jeff Cooper， 他的学生 Mike Luso 在莫桑比克内战时的作战经验。Jeff Cooper 于1976年首次在射击培训学校的战术课程中引进莫桑比克射击法进行传授。这是一种非常实用的射击概念，不仅可以应用在真实的战场，也可以应用在生存游戏上。不过，生存游戏毕竟不是真实的战场，玩具枪子弹并不具有杀伤力，无法像是真枪子弹一样，能够有效阻断敌方玩家进行反击。但是，玩具枪子弹一旦命中护目镜、面罩、头盔，或是打中其他护具保护不到的地方，甚至是打中对手背后，都能有效迫使敌人产生惊吓反应，从而打乱敌人的作战节奏，获得对战时的主控权与心理上的优势。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愿意将影片看到这边。这次影片所提到的内容是比较少被大家关注到的地方，没有办法，毕竟生存游戏不是真实的战场，在不伤害彼此为前提下，能够有效引起生存游戏玩家产生无条件反射动作的手段实在不多，主要都依靠 BB 弹打击、引爆弹或瓦斯手榴弹为主。而且上述这些触发方式都无法有效阻断玩家在受到惊吓之后进行反击，到头来还只能想办法促使敌方玩家产生惯性思考，进入思考误区之后再进行打击会比较有效率。相反的，条件反射动作就属于自身可以控制的范畴，相对简单且适合练习。一旦养成良好的反应习惯，就能有效降低队友之间的误击和敌方玩家的突击，提高游玩时的作战效率。影片的最后，如果各位观众还是不清楚什么是惯性思考，可以参考我们日前发布的与敌人对战的基本观念影片，我们这边就不再阐述喽。或者你也可以选择加入卡达班脸书联络处与我们联系，我们非常有意愿和刚加入生存游戏的新手玩家分享我们自身游玩多年的作战经验。好啦，希望你们喜欢这次的影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请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我们会不定时地更新影片。我们下次见，拜拜。Walking on that side, yeah, they can't tell me why. Word.